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于正报白鹭私生饭均未成年，骚扰录音外泄，12岁女孩家长被约谈。8月5日，欢娱影视创始人于正在社交平台透露惊人消息，骚扰白鹭的私生饭竟是2名未成年人，一个12岁，一个13岁。这一爆料瞬间引爆网络，白鹭私生饭未成年话题阅读量突破6.2亿次。据白鹭工作室最新声明，两人不仅在凌晨恶意拨打白鹭电话，还潜入酒店楼层试图按门铃。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并约谈家长。网友惊呼：追星要从娃娃抓起，这分明是家庭教育的失败。凌晨4点的恐怖来电，12岁女孩的追星游戏。事件起于8月4日凌晨4点，刚收工3小时的白鹭被连续3次陌生来电吵醒，电话那头传来沉重的呼吸声，对方始终沉默不语。疲惫的白鹭误以为是误拨，仍礼貌询问：喂，你好，打错了吧？这段录音被私生饭截取后，竟被当作战利品发至社交平台炫耀。更惊悚的是，监控显示当天凌晨2点，2名戴帽子的女孩在白鹭所住酒店楼层徘徊，多次试探性按响门铃。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这2名私生饭竟是在校初中生。于正透露，团队已联系家长，对方却轻描淡写：孩子只是好奇玩玩而已。这种态度激怒网友：12岁该懂法了，难道杀人放火也能拿年龄当借口？法律专家指出，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，已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违法可处拘留不执行，但家长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3个月骚扰升级，从电话轰炸到酒店入侵。事实上，这场噩梦已持续3个月。自5月进组莫离以来，白鹭就遭遇全方位骚扰，剧组外长期蹲守偷拍，私人行程被泄露，陌生短信威胁我知道你住哪。最恶劣的是，私生饭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白鹭私人电话，单日拨打次数最高达27次，甚至在他凌晨1点收工后继续轰炸。这些行为对白鹭健康造成严重影响。合作演员涂玲透露，他因长期睡眠不足出现神经衰弱，医生多次警告需静养。而此次凌晨骚扰直接导致他次日拍摄时头晕呕吐，不得不中断工作。工作室紧急更换酒店和电话号码，但网友质疑，为何等到艺人崩溃才行动？安保漏洞早该补上。法律边界与家庭教育的双重失守。针对未成年人私生行为，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赵虎律师指出，虽然刑法规定16岁以下不承担刑事责任，但根据民法典，家长需对孩子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。若私生饭通过购买获取白鹭信息，卖家可能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，最高可判7年有期徒刑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这2名女孩加入的私生饭群中，有人公然叫卖明星航班、酒店信息，形成完整的黑色产业链。教育专家则将矛头指向家庭教育。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云晓表示，12至13岁孩子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，家长若不及时引导，很容易将追星扭曲为病态占有欲。此次事件暴露部分家庭对法律教育的缺失。网友橙子汽水评论：家长不管教，社会来教。建议将此类行为纳入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记录。娱乐圈隐私保卫战，从张凌赫到白鹭的维权困境。这并非娱乐圈首例未成年人私生事件。今年3月，张凌赫也曾遭遇15岁私生饭长期跟踪，尽管警方出具行政处罚，但因其未成年仅口头警告。
这种轻罚反而助长气焰，该女孩变本加厉非法获取艺人信息，最终被拘留10日。法律界人士指出，此类案件频发折射出违法成本低的现实困境，多数私生仅被批评教育，而艺人团队往往因怕影响形象选择隐忍。此次白鹿团队的强硬态度被视为行业标杆，他们不仅公开报警回执编号，还计划追究泄露个人信息的源头，甚至可能起诉家长索赔精神损失。这种零容忍策略获得网友力挺，就该让家长知道，纵容孩子违法比犯罪本身更可怕。白鹿报警内幕曝光，背后秘密藏哪儿？真相到底啥情况？有时候我真觉得娱乐圈不是战场，是硝烟弥漫的迷雾森林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蹦出什么怪物来。就拿最近这事儿来说吧，白鹿那遭遇听着都让人后背起一层鸡皮疙瘩。演员本来是给大家带来欢笑和感动的，可他自己呢？干嘛非得被变态纠缠，天天被手机号狂轰乱炸，还被人跟踪偷拍，简直像活在恐怖片里。我跟你讲，这骚扰一开始还挺温柔，就是那种陌生电话，男人那头声音低沉带点鼻音，还发哈欠，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感冒了，隔三差五找白鹿聊天，但内容几十步外就能闻到骚扰味。逐渐骚扰升级，用短信、社交软件，甚至深夜10点多那种鬼鬼祟祟的电话都来了。说白了，就是想把一个人的生活搅得乌烟瘴气，让他脆弱、恐慌。你说谁受得了？更让人揪心的是，这骚扰可不只是电话那么简单，酒店那边也成了战场。白鹿住的地方，黑影蹲守，还偷拍他，甚至有人鬼鬼祟祟进出后台，不夸张，我看着都替他捏把汗。粉丝倒是掰开揉碎了那些安保漏洞，光5月道具组安保出了12次大大小小问题，这还让人能不愤怒吗？睁眼瞎一样不常记醒，连个电梯里也不放过。你还记得白鹿和工作人员电梯里独处的时候吗？有人冲进来凑热闹，这演出也太刺激了点。光听这个你就感觉白鹿不是在拍戏，而是在打一场持久战。他的手机甚至被他愤怒扔掉了，自己精神状态崩得一塌糊涂。这不，工作室只能替他报警，警察来了，人呢？一点踪迹都没留下。这种无力感简直让人揪心。咱说，演员这行谁不是光鲜亮丽带着梦想上的战场，偏偏外面那些黑暗不给他们留一丝喘息的机会，乱七八糟的骚扰不仅伤了人，还污染了整个环境。这不光是个体问题，而是社会问题，是对艺人尊重极其缺失的表现。难怪网友和粉丝骂声一片。你说，别说别的，保护好这些在聚光灯下的灵魂，好歹要把安全杠杆牢牢握在手里，不让疯子有机可乘。但愿大家别把这事儿看成八卦。白鹿这遭遇是警钟长鸣，艺人不是铁打的，他们承受的压力和风险往往远比我们表面看到的要大得多。他们要追梦，不该被梦魇抢去色彩。很多人还在说明星光鲜，自己活该被关注，这种看法真够冷漠的。试想一下，假如你每天都活在被偷窥、被骚扰的阴影下，无论躲到哪都感觉心惊胆战，那生活还能有幸福感吗？而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你会看到白鹿在电话那头，哪怕有恐惧、有难受，也得撑着，毕竟这是份职业。但他能撑多久？这对他的身心会有多重伤害，谁能真正理解？每一通骚扰电话，每一次窃听偷拍，都像一记又一记重拳，让他喘不过气。咱要说，行业和社会都得担起责任，不是说有粉丝挺他，挺得再热烈，安保没跟上，保护没位列第一，白鹿的安全不过是纸上谈兵。如今各种社交工具泛滥，
骚扰手段层出不穷，不建立起系统高效的防护机制，让专业的团队守好艺人的安全门，你认真的吗？别说艺人，普通人都难逃此劫，更别说曝光度高的公众人物了。白鹿的事件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寒冬里的艺人安全现状，它既需要警惕，更需要行动。没点真枪实弹的硬措施，就别说演员们在聚光灯下优雅的跳舞，根本活不成安静的普通人。毕竟，那个在镜头前明艳动人的白鹿，背后其实是一个柔弱、渴望被尊重保护的女孩。我想，娱乐圈从不缺故事，但缺的是这种关心和保护。希望这场磨难不只是白鹿一个人的苦痛，而是全社会给艺人安全按下加速保护键的起点。讲真，谁都不想看演员被困在恐惧里打转，咱们看演出是想看到光和美，不是活在人间地狱。也期待有一天能看到真正坚实的保护屏障，陪伴着白鹿这样的艺人，让他们能安心入戏，带给我们更多感动，而不是随时被骚扰电话惊醒，生活成了连环噩梦。说到这儿，留个问号给大家，你们觉得除了报警、粉丝保护，咱还能怎么帮艺人守住安全底线？我倒是挺想听听各种新奇又靠谱的想法，毕竟保护他们，也就是保护那个让我们心跳加速的光影世界。你认为该如何根治未成年人私生饭乱象？是加强家庭教育，还是建立更严格的法律惩戒机制？欢迎在评论区写下你的观点，点赞最高的网友将获得白鹿签名照。